各位关心骨质疏松症治疗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骨松会讯解读，我是骨科医师戴大为。今天我们2021年7月号的会讯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基隆长庚医院骨科主任傅再生教授来担任主编。那他邀集了林口长庚的外商团队的 AI 小组来分享了好几篇很精彩的文章。今天的内容主题就是 AI 智慧医疗在我们骨科疾病上面的运用。那 AI 这个名词呢，在1950年代就已经产生了。那当时当然电脑的机器没有那么好，运算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随着运算速度的提升，后来就有所谓的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还有另外最后发展成了现在的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那这个都可以加快运算的速度，加深了它可以应用的广度。那 AI 在应用在医疗上面大概有3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它就是帮助我们处理大量繁琐又重复的行政工作。那后来在发展的到一个阶段以后呢，它就可以开始帮助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家庭的地方，协助患者来做追踪，或者是提醒患者来做治疗。那在目前呢，我们朝向的目标应该是第3个阶段，就是它可以整合到临床治疗的流程当中，可以辅助我们来做判断跟决策。那在骨质疏松症方面呢，在林口长庚的外商团队，它利用 AI 来帮助影像诊断，它所使用的技术就是目前最主流用来做影像判断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那这个它是使用骨盆的 X 光片来预测它的骨密度，因为我们要做骨密度，就必须要使用 DEXA 这种机器。那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医院或者是大型诊所一样有这种 DEXA 骨密检测仪嘛。那如果我们可以使用一张简单的 X 光片影像，就可以来判断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的话，那就可以非常帮助骨质疏松症在基层的推广。只要是小诊所啊、卫生所啊，这些都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个是 AI 目前在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上面的进展。那另外在髋部骨折的方面呢，事实上，当然髋部骨折 X 光片，大部分的骨科医师都一眼就可以判断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骨折，那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但是在非骨科医师，像是这些骨折的病人，大部分第一个时间一定是会到急诊去。那急诊科医师啊，或外伤科医师啊，或者是在外面其他诊所啊、卫生所，他并不是很能确定这个 X 光片到底有没有髋部骨折，因为有一些线性骨折啊，或者是角度比较特殊的骨折，的确比较难判断一点点。那这时候林口长庚的外伤科团队呢，他用 AI 的方式来使用人工智慧来帮忙判读 X 光，那判读出来的准确率还蛮高的哦，从90% 也可以一直进展到96% 的正确率。那他们也利用这一套 AI 系统来教导医学生，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判读髋部骨折的 X 光片，有很好的成果。好，那在肌少症方面呢，事实上呢，我们肌少症的诊断一直是用临床诊断，大概是请他做一些检查，例如说从坐着站起来，或者是说请他走路，看看他的走路的速度，或者是握力等等。但是事实上有一些外伤的病人，或者是说他已经有一些急症送到急诊准备来开刀的病人，他连站都没办法，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评估他是不是有肌少症。那这时候 AI 的介入可能是有它角色的存在。那在这里面介绍研究就是使用 abdominal CT， 就使用腹部的电脑断层里面的腰大肌的面积来做一个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肌少症的情况，所以提供这些没有办法来做这些理学检查或运动测试的病人一个诊断的方式。最后在 OA-NI 的方面，也就是退化性膝关节炎的部分呢，它影像学的 AI 判读目前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是使用影像
AI 判读来看看这个人他的退化性关节是第几级的，那就可以根据第几级这个结果来建议病人做治疗。当然，一个合格的骨科专科医师，他只要一眼就可以判断出这一个 X 光片的膝关节是属于第几级的退化。但是呢，在基层的诊所啊，例如说家庭医学科啊，或者是一些没有骨科医师的地方，就不一定有那么方便。那所以呢，使用这一套系统就可以应用在比较周边或者是郊区，或者是你很难找到骨科医师的地方，可以帮助判读，而且给病人初步的建议，告诉病人需要怎么保养才不会他的关节继续恶化，所以是有它的应用价值存在的。好，这个就是这一期骨松会讯所介绍的 AI 在骨科疾病的临床应用的进展。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编傅再生教授，另外也感谢而且恭喜林口长庚医院的外伤科团队有这么好的 AI 的研究成果。好，这个就是这一期的内容，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